Nineties。Hello， 大家好，我是 Wet， 我是 Kenneth， 我是 Milo， 我们是三剑客。哇哦，那今天呢就轮到我来 react 了。我要 react 的歌呢是华晨宇花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微光》，我想你们都听过吧？对吗？这首歌听过。那我第一次听《微光》呢，其实是张信哲唱的，在歌手里面唱的。然后就哇，好好听啊！这首歌到底原唱是谁呢？然后我就去找原唱，然后一看华晨宇，然后我就去听，哇！我有一点吓到了，就是有这么好听的，为什么？我就觉得，因为张信哲的那个版本我非常喜欢，可是我听了原版给我的感觉我更喜欢原版。然后因为华晨宇之前就是那个滑板鞋啊什么，就学生每天share 的一些歌曲，我就讲。华晨宇是华晨宇吗？怎么可能他会唱到微光这样子的歌？完全不像我认识的他。可以说这一首歌是我最认真听完整一首华晨宇的歌，而且我第一首很喜欢的他的歌咯。那这个是他在歌手2018年的一个现场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现场怎么唱这首《微光》。其实我不是很记得这首歌怎样唱的，听你就懂了，听你就懂了。可能我听了就懂了。我们去年生活营有用，你马上就会懂。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不要烟火，不要星光，只要问问内心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宁愿让我受伤，在黑暗的夜晚，静静地为你去孤独的照亮。就让我是一道微光，能让你拥有灿烂的锋芒。在寂寞的时分，无论飞向何方，我也会绽放，给你无限微光。不要烟火，不要星光，只要问问内心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
藏动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宁愿让我受伤在黑暗的夜晚，静静地为你去孤独的照亮，就让我是一道微光，能让你拥有灿烂的光芒，在寂寞的时分，无论飞向何方，我也会绽放，给你无限微光。哇，好感动的一首歌。那哇，他看到哭了。其实我也是眼眶有泪，可是我就是 hold 着我自己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啦，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听说我就看到一些留言或者一些人有介绍，讲它其实是临时被换掉歌曲，然后他这一场演唱就正式是没有彩排过的。是临时换掉，然后他就唱了，就站在那边就清唱这样子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很厉害的，很不一样的华晨宇。因为他在舞台上就是很华丽，很多东西可以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比如说对歌曲的一些诠释各种不同的方法很摇滚很燃那这个其实是静静站在那里，真是没有动了。然后通过他自己的一个声音，我想说从他的声音里面，我听到了很多不稳的地方，可是那个不稳的地方其实就是他最真实的一个部分。然后这因为也是我第一首听到完整的华晨宇的歌曲，多年前，然后我就非常喜欢，因为他的歌词，然后这个微光的感觉，用自己微小的光去照亮别人的这一个精神，就会令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职业，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当华晨宇因为张信哲给我的版本，他唱的是非常温柔，有很 warm 的一种感觉，可是华晨宇的版本是在很孤寂的黑暗中的一点小光，然后有一点无助，有一点苍凉。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他还用他自己的小小的力量去我要哭了，散发他的光芒给别人。所以我觉得更 deep 这个感觉。然后这个现场版我觉得非常有灵魂，我很喜欢他这个 performance 这样子。对我来讲，在华晨宇表演的曲风上是不一样啦，好像库马有讲了，但是在他表演的精神上，我觉得是没有变的。我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现场真的是很用生命来唱，虽然这个歌没有很 climatic， 很大气还是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很静静的歌，但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用他那种唱歌的精神有在咯，就好像你讲这样子，好像不稳的感觉，可是他这一个不稳的感觉是最 touch 我的。我喜欢这个歌，他这个歌其实
你讲难听一点是老土，因为就是那种很久的比喻啊，你拿一个火柴燃烧自己，就是那一种很老土的比喻。可是他编这一个曲，跟他写的词，跟他唱的方法哦，听起来是完全不会觉得很老土的一种比喻，因为微光。它跟那个火柴燃烧差很远，懂吗？那个质感就很不一样了。微光，它光是一个你触碰不到的东西，可是你就一直看得到它，然后它就照亮你，让你看得到。哦，我很喜欢它把这一个比喻变成那么新潮一点的感觉，OK 哦，然后歌词很直接、很简单、很温暖，我很喜欢。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的版本，其实也是张信哲的版本。我觉得两个人的 approach 很不一样，都很好听。就是看大家取向的到底是哪一个吧。因为我觉得两个都有呈现到微光所要带出来的感觉。可是真的像你讲的，可能由于华晨宇本身他自己写的所有的歌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只是以不同的曲风去呈现这个很孤独一个人，然后要去对抗全世界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包括连这首。可能很 warm 的歌都可以表现得很可怜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当每次我听完，因为我听过这个版本，我也看过，当听完这个版本，我就很想回去听张信哲的版本，让我觉得有一点希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 sad， 然后他自己也唱得很 sad， 然后包括他连。可能声音上也没有办法控制的很好了，他已经，我觉得他自己也一直在压抑着要去唱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它就很有力量，不管是谁唱，他都会有他自己的版本出来。但是那个目的我觉得是不变的，都会温暖到我们的心，只是说。是哪一个层面的温暖？张信哲他是第三者，他是好像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对方给我温暖。可是华晨宇是很个人，他的个人其实 link to 我个人了，你懂吗？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感觉是不一样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讲那个 approach 是很不一样的歌，但是这首歌本身非常好听，我两个版本都很喜欢。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你讲。他这个临时换上去是没有彩排啊，其实我还以为那一些不稳的地方应该是设计或者是他的情感的演唱。我其实没有跳出来，我没有觉得是唱不稳啊。其实对于歌手开演唱会或者参加比赛，其实彩排真的非常重要，真的是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状况、很多技术要配合，而且你不一样的地方唱歌会不一样的问题会出现。而且如果比如说可能开声方式也会为了那首歌，然后配合也会有不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瑕疵基本上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主要我们听到是很真实的他自己。真的，你没有讲那个是没有彩排的，我根本不觉得是瑕疵的。天哪！好，那这今天我们 react 这个华晨宇的微光，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也希望花花的粉丝们会喜欢我们的今天的这个 reaction 呢。没错，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记得要按赞、订阅和分享，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有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呢，就会通知你啦。同时呢，如果你在 B 站或者是哔哩哔哩看我们的话呢，记得要追踪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啦。那我们可以出更多花的影片。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爸，走了。美玲啊，我走了咯。我走了咯。